上一次课我们讲到了《金刚经》，说佛在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我们讲到比丘这个词，比丘是梵文 Bhikshu 这词的音译，意义就是启示要饭的人。其实这里边比丘指的就是释迦牟尼的出家弟子，因为在印度，像佛陀以及佛陀的这些出家弟子，他们来到恒河边，来到树林子里出家修行了。那么他们从出家修行那一天开始，就不再开火做饭了，他们靠乞食为生，所以他们得到一个名字，乞食ภิ珽比丘。他们每天要到城市村庄沿街乞食。那有个问题，天天来乞食，印度人给吗？你一天乞我给，2天乞给，天天都来乞食，那印度人给吗？给的。印度人不仅给，而且争相恐后的给，而且要把这顿饭当中的精华的部分给这些比丘。为什么？这涉及到印度的一个文化传统。印度人认为，当你去供养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往昔的多生累劫的相思相续的过程当中所积攒的福德，那么等值你供养的物品的福德，在你供养的那一当口，这个福德会流淌到供养者的人身上。所以在印度，一个人想去得到谁的福德，就去供养谁。而在印度人的心中，谁的福德最大最好？出家修行人的福德最大最好。因此在印度，老百姓都争相恐后的去供养这些修行者。那老百姓愿意供养修行者，而修行者每天来乞食，心中就没有什么歉疚，很坦荡吗？很坦荡。修行者坦坦荡荡的接受老百姓的供养。为什么？因为修行者是众生的福田，福是幸福的福，田是田地的田。修行者是众生的福田。修行者他的修行不是为自己修行，是为众生修行，不能把修行的功德贪为己有，通过接受众生的供养，把福德施于众生。所以修行者接受众生的供养是坦坦荡荡的。因此在印度，百姓愿意供养修行者，而修行者又坦坦荡荡的接受众生的供养。那么在印度，修行者就可以以乞食为生。后来佛教传到中国，出现了很多障碍，这是其中的一个障碍。在中国，在我们汉族地区，出家修行人继续托钵乞食，效仿印度的修行者，那么在中国就有问题了。第一，中国人不给；第二，你再去乞食，有人就要批评了。比如说儒家，有的学者就开始写文章批评佛教是社会的寄生虫，佛教徒出家修行都是不劳而获。因此后来我们中国的佛教寺院自己开火做饭了。你看中国的寺院里都有斋堂，以至于到了唐朝，有一位禅师叫百丈，他给中国的僧人在释迦牟尼所制定的戒律之外，又制定了一些新的规矩，叫百丈清规。百丈清规当中有一条，就是1日不做1日不食。他要求比丘1天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，你就1天不要吃饭。这就形成了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当然这一点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值得反省的。你说僧人乞食是不劳而获，问题的关键就是你承认不承认僧人
在寺院里参禅、念佛、修行、讲法，你承认不承认僧人的这些活动是劳动？如果你不承认这是劳动，那他拿你1分钱都是不劳而获。如果你能够理解这不仅是劳动，而且是非常神圣的劳动，那么供养就是应该的。特别是如果是一个在家的佛教徒，供养僧众就应该是你的职责。所以我说这一点，我们中国佛教徒应该认真的反省。好的，比丘这个词讲完了。那么比丘这个词前面还有个定语大比丘。那么当然，这就是说这1250个比丘是佛陀的弟子当中比较重要的弟子。其实这1250个比丘在佛教里被称为释迦牟尼的常随众，经常的常，跟随的随，众人的众，常随众。也就是这1250个比丘，他们总是跟随着老师，老师走到哪儿说法，他们跟到哪儿听法。用今天的话讲，是释迦牟尼老师最坚定的粉丝，所以称他们为大比丘。与大比丘1250人聚就是在一起，那就是今天佛陀说法的主要的听众，就是这1250个比丘。但是有个问题，金刚经是部大乘佛法的经典，而佛陀讲大乘佛法经典的时候，有比丘僧是听众，当然这些比丘僧现声闻相，现比丘相，但往往都是回小向大。有些比丘证了阿罗汉，但是不满足于自我的解脱，又发菩提心，听佛陀说大乘佛法。但是毕竟他们是比丘相，大乘经典往往听众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菩萨。可是从金刚经的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来看，似乎听众主要是比丘，好像没有菩萨。这件事非常重要。我们看金刚经的汉译本的译经的译本，译经法师的译本是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即大菩萨众。译经法师的译本有菩萨。那么金刚经现在还保有梵文原本，那么对照梵文原本，其实现在的梵文原本里边是有菩萨的。 Bodhisattvair Mahasattvaih 就是大菩萨众，这个在梵文本里边是有的。因此我们参照梵文原本，参照译经法师的译本，我们可以说佛陀这一次讲金刚般若经，听众里不仅有1250的比丘僧，同时有大菩萨。所以金刚般若经是一部大乘经典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看下一句，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，入舍卫大城乞食。尔时就这时，世尊，注意世尊，这是鸠摩罗什金刚经译本当中里出现的对释迦牟尼的第2个称呼。前面称他老人家为佛，这儿称为世尊。世尊这个词的梵文是 Bhagavat。 Bhagavat 这个词在印度并不专属于佛教，在佛陀降生以前，这个词就很流行。这个词表示的是具足福德的人。那福德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比如说很具有财富，很具有名望，很受人尊敬。所以 Bhagavat 是表示具足福德的人。那么在印度的佛教之外的一些宗教派别里边，
Bhagavad 这个词也表示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尊敬的称呼。Bhagavad 这个词在我们佛教里边有时音译成薄伽梵，有时就翻译成世尊。佛陀诞生以后，佛陀说法，佛教就把世尊这个词引入到佛教的思想体系里来。所以在佛教里边，世尊指谁？就是指佛，具体的讲就是指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是值得我们世人所尊敬的一位老师，称他为世尊。下一个词时时，鸠摩罗什的译本的语言非常简练，时时就是到吃饭的时候了。那么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佛陀释迦牟尼每天吃饭是定点吃饭呢，还是饿了就吃？释迦牟尼吃饭每天是定点吃饭的。我们讲过，印度人相信这个生命是六道轮回，也就是相信生命是死了再来，死了再来，死了再来，而承载的死了再来，死了再来的生命形态又不只是我们人这一种。比如说有天道众生，还有畜生，还有恶鬼，还有地狱。而印度人把这六道众生在一天当中吃饭的时间上，他们做了个划分。他们认为早晨太阳刚刚出生的时候，那是天道众生吃饭的时候；中午是人吃饭的时候；过了午，太阳偏西了，也就是下午，是畜生吃饭的时候；等到太阳落山了，天黑了，那是恶鬼吃饭的时候。那地狱众生显然就不吃了那地方那么苦，没饭吃。而佛陀是示现在人中，因此示现在人中的佛陀就是午吃饭，中午吃饭。那么用现在的时间计量单位，大概就是每天中午10点半、11点到12点之间。过了中午12点，太阳偏西了，就不属于人吃饭的时间了。所以佛陀每天大概就是中午12点以前这段时间吃饭，而且佛陀每天只是吃着一顿饭，叫日中一食。佛陀自己是日中一食，他也教导弟子们应该日中一食，叫不非时食，就是你不应该在不该你吃饭的时候吃饭。那么后来佛教传承的过程当中，很多佛教徒都努力日中一食，但是呢，有人觉得一天只吃一顿饭，又从事着很繁重的劳动，那么似乎身体受不了。有人说，那能不能吃2顿？可以，但是呢，这第2顿饭只能加在早晨，而不能加在午后。可以晨起吃一顿，午时吃一顿，而过午不食。现在很多佛教徒，特别是很多出家的修行的师父，还都坚持着过午不食。所以鸠摩罗什翻译的时时，就是佛陀准备要去吃饭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上午。其实对照《金刚经》的梵文原本，这个时间就是 Purva Ahana Kala Samaye， 指的就是上午，没有问题。所以佛陀要准备吃饭了，因此着衣持钵。着衣就是穿上衣服，但是大家注意，这个地方指的衣在佛教里称为大衣，就是外面最大的那一件袈裟。这件衣服佛陀只有在说法的时候跟出门托钵乞食的时候才穿。那么后世的僧众
也只有在参加很隆重的佛教活动的时候才穿，比如说拜佛的时候，比如说听法的时候，比如说参加布萨的时候，那么僧人都要把外边这件大衣穿上。就是每逢穿大衣，就是佛教很隆重的活动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佛陀出门托钵乞食，穿大衣，也就是在佛陀心中，乞食是一件相当隆重的事情，乞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乞食本身就是修行。好，佛陀着衣持钵，钵就是僧人乞食的那个食具，就是碗。那么一般这个在印度乞食的这个钵是有铁制的或者陶制的两种。佛陀配上大衣，拿起乞食的食具，看入舍卫大乘乞食。大家看，舍卫是城，不是国。佛陀开始了他这一天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乞食。那么佛陀是怎么乞食的呢？乞食有什么规矩吗？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讨论。